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，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。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，而且吃的也没什么营养价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。再一个，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，还有那纯馋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，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，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，出去吃上烧烤了，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因为是给病人做嘛，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，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。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，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。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。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，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。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，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，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，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，肯定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。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，买不着新罐头瓶，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。完心高温消下毒，结果温度太高了，给手烫秃了鼻子。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。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，冷静冷静吧。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，这是纯可可脂做的，一共4个口味，口感都特别好，尤其是榛果的有很浓的坚果香味，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，夹心也好看。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，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，这氛围感可太好了，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，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，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，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了，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。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更浓一点，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，晚上还剩点草莓，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的，这酸酸甜甜的再带点冰茶，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。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水水果，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。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消杀。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1道杠一起到2023年的，结果也不知道啥时候整的，突然就烧了2天40度。这回行了，彻底踏实了，省得老惦记。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整了点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锅，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。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，4只鸭掌，还有满满1锅肥牛和配菜，味儿也特别正。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，还有这半只鸡拉面也真的有半只鸡在里边。现在拼多多有1万个试吃名额，每个名额9盒3个口味，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就是还有名额可以抢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试盆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，问谁都说不知道，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，我算是品出来了。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
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丝儿，但是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，吃起来特别面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小时候吃的其实都是萝卜做的，所以我们去扛了1200斤萝卜回来。我打算在家报复性做点这玩意儿，来弥补一下小时候不舍得大把吃的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报复啊，首先得能忍受得了这萝卜的香味儿。这么多萝卜放一起，那劲儿实在太大了，我那几天都没敢出门见人。就当时那个状态，我要是出门站到一个陌生人旁边的话，他10000%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气儿呢，还是站在旁边偷摸放屁了。然后为了吃的时候能没有萝卜味儿，我们这顿折腾啊，又是放盐下水，又是放糖和柠檬汁给它腌底味去辣味，就连最后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费了老多心思了。我买了50斤话梅回来挨个取肉，然后打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陈皮和甘草。这活干的比回老家掰苞米还累，不过吃起来应该很健康。但是这么多萝卜凑一起，家里根本就晒不下。后来我把家里所有能通风的东西都给拆下来晾萝卜了，完了提前选了个大晴天，整整铺了一院子。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那属于是晴天定丰收啊，但雨天直接死。把这些萝卜都晾上了，后面就没什么活了，我们也能出去过个节了。正好前两天在得物买的阿玛尼黑武士手表也到了，我火速就给带上了。他们都是品牌执法有正品保障的，还有假一赔3售后保修的服务。现在点评论区打个得物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萝卜晒了2天半，那状态特别好，我感觉再风干1个晚上就能丰收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太极否来，物极必反了。那后半夜睡得最实的时候，外面下了3个小时雨，生生把我要晒好的萝卜干都给浇成萝卜了。后来面对这琢磨不透的天气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。8月15那天开始，我把我弟放在院里打精了。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，那萝卜3天就丰收了。然后这些晾干的萝卜丝儿需要再喷点柠檬汁回润一下，之后拌上我们精心自制的梅子粉，最后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。现在不论是卖相还是味道，都跟小时候卖1毛钱一袋的零食一模一样。尤其是那种越嚼越酸，然后酸到流口水的感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然后为了更能还原当年的感觉，我还定制了一批包装袋。这袋一用上，我那小时候偷着拿家里钱买零食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就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要有这么多无花果，那我纯校园大霸。不过这些玩意儿直到我做完了，我也没想明白，我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萝卜，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关系啊？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，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，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。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，试了好多种鱼，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，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儿，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，而且得是活鱼现杀。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磨使。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抽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，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，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后来实在吃的太腻了，就先吃点水果换换口。正好最近拼多多大力支持农产品，试吃专场新鲜水果很多，我抢了几箱5斤3勾级的车厘子礼盒，个大饱满，脆甜可口。趁还在季节，我找官方申请了1万份3勾级礼盒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能点开就说明还有名额，填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，你们也赶紧去抢一份吧。然后这些鱼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它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
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。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一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呢，我真是酸 Q 了。